我们今天要1000订阅 QA 吗？1000订阅不大家都是 QA 吗？但你没有什么 QA， 没有人想要问我问题，为什么西莎跟珍妮佛罗佩兹会有关系？你现在可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吗？珍妮佛罗佩兹的团队好像有小小的有点不太高兴。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做了10年物业管理的米安拉 Mira， 好久不见啦！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呢，终于迎来10万订阅，我在说什么鬼？1000订阅了，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那你们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背景非常不一样 ，right？ 转一下，嘿嘿，转一下。嘿嘿，我现在在印尼的 Bintan Island， 算是整个暑假的尾声了吧。然后我们全家1年1度都会选一个地方一起家族旅行，然后今年就选到新加坡跟名丹岛。真的是人还是要出来走走，看看这些绿树啊，然后海啊，才会觉得心情比较宽阔。再加上有1000订阅，真的是很开心。然后拜托不要有人退订。今天早上原本是跟小朋友在动物园，想要我的电视3个，然后听到我的小助手跟我说1000订阅了，哇，已经1000订阅了吗？耶、After a year， Did it take a year? Did it take a long? 真的要哭了。我是 Mira 啦。好，谢谢你们支持，请继续观赏。太开心了！所以呢，我会在名丹岛买3个小礼物，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前3位呢，写说恭喜米安娜1000订阅，我就会把礼物透过层层的关卡寄给你，耶！希望大家不嫌弃，希望你们会喜欢喽。OK， 回归正题，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1000订阅 QA 吗？1000订阅不大家都是 QA 吗？但你没有什么 QA。实在是想不太出来，大家对我会有什么问题？跟大家来闲聊一下我做物业管理走过的这7、8、9快要10年的一个人生路程好了。Cheers！ 我原本是在阿布达比的远雄上班嘛，后来我公公因为得癌症的关系，所以我就工作就辞了，然后就去香港照顾我公公。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有人在找他的团队的助理，那我其实根本没有应征，他就只是单纯跟我聊天，然后他就很喜欢我，然后就 offer 了我那个工作，我就加入他的团队。不过他的团队是在做 bulk leasing 跟 bulk sales， 可能是租一整栋楼或者是卖一整栋楼，他的 turnover 其实都满满的，就是很多那些 corporate client 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决定他们要不要租或者是要不要买。那我的老板呢，也就是现在的合伙人，他就觉得没有收益，没有赚到钱，所以他就想要把整个 team 给就是裁撤掉。所以我就跟我的那个时候老板就讲说，假设你对我的工作表现是满意的话，那我可以 propose 我帮你成立一个物业管理的部门。结果他听到之后他就很开心，因为对于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而言，你买卖房子你一定都是需要有物业管理的部门，这样子你的买家才会有信心嘛，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他跟你买了房子之后，谁会帮他处理一些后续的事情？所以他听了当然也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不如我们就一起合伙。我觉得当下自己是真的也很勇敢了。当初有很挣扎吗？我当初没有很挣扎我觉得我的找工作的背景跟一般人其实蛮不一样的，就是我是2008年去英国念研究所的，我是念政治系的，所以雷曼兄弟倒闭，我根本没有想到说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结果呢，怎么知道？就是当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呢，英国的景气真的是荡到谷底。那时候25%的社会新鲜人嘛都找不到工作，不是外国人是包括英国人自己也是。的那个时候，我花了1整年的时间吧，才好不容易在英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你为了要找那个工作，你必须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说我还去慈善团体打工啊，帮他们打那个募款电话啊，帮他们整理仓库啊，反正就是人家叫你做什么，你都硬着头皮去做。记得那时候你还应征那个饭店柜台。就是我的研究所起码是一间就是名牌大学，而且我还讲英文啊、日文啊、中文啊。我后来没有面试上，我有打电话问他们说，为什么我没有面试上这个工作？他说，因为就是其他有饭店工作经验的人也同样应征这份工作。那个时候整个英国的氛围就是太多有工作经验的人都找不到工作，都被公司裁员，所以我真的是花了1年的时间才在一间俄罗斯的公司找到工作，是卖什么铀矿会议核电厂的铀矿会议。其实我也根本不知道我在卖什么。我有问他说，老板，请问我们铀矿会议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主题呢？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什么样的安排哦。好哦。那请问我们是要拜访哪几间公司呢？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安排哦。所以
后来我就离开了，然后就自己开始我的民宿，所以才会有就是之前的民宿老板娘，然后后来还写旅游书，可以看这一支影片。后来我一边做民宿，我有加入了一间媒体公司。一般通常明星的演唱会，他们不是会有中间会有 T 台，或者是中间会有一个大舞台吗？然后通常左右两边都会有荧幕 LED 荧幕。那在明星开始上台唱之前，观众不都已经就是在台下？那大家在台下其实就是在聊天、吃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娱乐他们，所以这时候他们其实就会专心的在看那些广告。那我们就是在明星上场之前，那 LED 上面播广告。我第一个接到的艺人的 case 就是珍妮佛罗佩兹世界巡回演唱会，公司发的，它是世界巡回嘛，公司就会可能会把你分成国家，有些人是卖这个国家，有些人是卖那个国家。一刚开始我们刚进公司，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他就让我们去卖葡萄牙跟西班牙。因为记得那个时候都是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好像还是欧债危机，南欧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吧。然后再加上我每天上班之前，我就会去读那些教我们如何销售的书，然后我就渐渐发展出我的策略。结果我居然是他们公司就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新入社员工。所以我有一次在讲电话的时候，全公司就突然间安静。其他所有的 sales 呢，全部都在听我在电话上面如何跟客人讲话，很紧张。我卖给了 Guerlain 这个香水，大家知道 Guerlain 吗？你也是。还有卖给西沙，就是卖狗食。所以你就是 randomly pick， 来打给西沙看看。我们自己要去研究说我们要打给哪一间公司，为什么西沙跟珍妮佛罗佩兹会有关系？现在可以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吗？我记得我老板他之后还有跟我说，就是珍妮佛罗佩兹的团队好像有小小的有点不太高兴，钱还是我赚了。为什么离开了？另一个是因为后来我先生就搬到阿布达比啦，我是一边在这个公司上班，一边又在做我的民宿，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是要卖中国市场，那我可能早上5点就要到公司，所以我就会早上4点多起来做早餐。给民宿客人，给民宿客人吃，然后就赶去上班啊，真的还蛮 hardcore 的。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又做这个正职的工作，又照顾民宿的客人，然后还要写书，我就决定我要把这个工作放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高压的工作，不过我觉得那个工作也的确帮助我很多，是也许在之后的销售上面。Hello, am I speaking to a managing director? 如果他说 yes， 我说you are the right person that I want to speak to. Have you heard about XYZ company? No, I haven't. I said, it's okay. You know what we do is we work with Jennifer Lopez. We sell the world tour, concerts, marketing, and I want to ask you whether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t. 然后他就会说 well, then what should we do? You know, Jennifer Lopez is having a world tour. You know, before they jump on stage, we play commercial, which are captivating to people's attention becaus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do really. The audience are ready, they're anticipating the star to come up anytime, but they don't know when. So they are just keeping their focus on the stage. So this is like a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play your commercial. 需要你来训练员工吗？ Respect to all the sales. It's not easy. 你好好拍一下吧。那我们要不要回到物业管理最暖心的屋主？其实大部分的屋主真的都对我们非常的好。但我记得有一个屋主是我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sign up 的，他大概是我的整个 business 的第2位客户吧。后来他就离开阿布达比搬到香港，他是当技师，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有一次想要付他的大楼的管理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 UAE 的银行户头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顺利的支付。结果那个时候呢，我刚好要去香港转机，我就跟他见面，他就说：“米尔，你就带着这3张空白支票回阿布达比。之后呢，假设我的房子需要付什么款项，你就直接的在上面填上金额，拿到这3张空白支票，我觉得压力比他还大。”根本连公司的保险箱都不敢放，因为我怕公司的同事可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就把它错误的使用它，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暖心，但就是代表说这个屋主真的是非常的信任我们。那有暖心的租客吗？我有遇过那一种租客，真的是把房子处理得非常的好。当我们去他们家拜访的时候，就看租客自己在那边涂油漆。好，等到他搬出的时候，我们根本油漆都不用重涂啊，然后房子 condition 就非常好。我曾经遇过一个客人，但其实他不算是我们正式的租客，但是那个屋主就委托我们做 renewal， 每年就是处理房客续约的事情。
然后那个房客他有一次就跟屋主讲说他要提早搬出，那屋主就说 OK 好没问题，就请我去处理。然后呢，我就跟那房客约见面，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处理这些手续。可是我在跟房客聊天的时候发现，房客他没有要搬去杜拜，他其实还要住在阿布达比。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一回事呢？说是不是房客骗了屋主什么之类的？他就说哦不是，因为他原本呢真的在杜拜找了一个工作，可是后来呢那个工作就没有下文了。但是他已经跟屋主讲说他要提早解约，所以他不想要造成屋主的困扰，他就继续的照着那个时程表走。会不会本来就跟屋主不太合？没有，他已经在那个房子住了非常久，而且他还帮屋主找新的房客。所以其实如果他真的是跟屋主讲说不好意思，他工作改变，然后他要继续住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奈何他怎么样。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还蛮震惊的，因为这个房客真的是非常的为其他人着想，是一个新加坡人。我觉得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人这个地方，他们有一种这是我的 entitlement， 就是 screw everyone else， 有时候会有这种态度。可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东亚人吧，他就觉得他都已经跟屋主讲好了，他就不要因为他自己情况的改变而造成别人的困扰。谈谈最无眼的房客哦，最无言的房客有啊，你看人是不是都是坏事记得比较清楚？就是那个房客他租的是一间很大的 villa， 在亚斯岛上面，6房的 villa 真的是很大一间，是豪宅。然后那个房客他是英国人，然后他是某一间公司的 CEO 这样。那等到他搬进去大概1、2年之后，刚好就是新冠疫情，我们就要帮助他处理续约的事情。可是那个房客就讲说，他现在被困在英国，他没有办法回阿布达比，他有一个法定代理人，可能是他公司的员工吧，然后是一个叙利亚人，他反正就叫我们直接去跟那个叙利亚人沟通，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他的法定代理人真的是很机车的一个人，你续约也不好好续，你最后续个几个月，然后叫你来缴支票，爱来不来，反正就是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再加上呢，之后新冠疫情的时候呢，那些大的 villa 价格都涨得很高嘛，所以后来屋主他就不想要继续这样子，每一次都续个3个月，然后再重来一次，然后就是很麻烦，他就想要把这个房客让他搬走，再找新的房客这样。然后那个叙利亚人就非常的不配合，就是我们说你什么时候要来我们公司处理搬出的手续，他就会说我是你公司的员工吗？你让我去就去吗？非常的态度恶劣。那我每次找那个英国人呢，他都会说找我的法定代理人，找我的法定代理人。后来呢，我们发现原来这一个法定代理人呢去做单间的出租，也就是非法的当2房东，因为这在合约里面是不被允许的。那可能是因为那个英国人被困在英国久了，产生歹念，可是事情就有点棘手。因为假设房客没有自愿搬出去的话，那你唯一能够让房客搬出去的方法就是走法律途径。可是走法律途径其实是很劳民伤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团队真的是想了非常多的方法。后来呢，我们就不断的跟那英国人远端的沟通，他每次叫我们回去找法定代理人，我们就会跟他讲说不行，房客就是你，我就是要跟你沟通，因为你才是真的签名在这合约上面的房客。然后后来那个英国房客可能真的就是良心发现了吧，然后愿意把那个房子的钥匙从英国寄到阿布达比给我们完成退房的手续。然后我们一拿到那钥匙之后，马上就冲去那个别墅，把他们所有的锁都换了。然后他们的2房客呢就没有办法进到他们房间，纷纷都打电话去给那个法定代理人抱怨。然后我们说 It's not our business， 你自己要非法做2房东的。这样子把他们就是全部赶出去。那你们换锁，你们没有任何的违法？没有啊，因为房客本身已经把钥匙退还给我们了，所以房客已经交屋了。那他知道他的法定代理人做这个非法的事情？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可是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而且他有额外的收入。那你们是怎么威胁到他把房屋钥匙交出来？真的就是威胁加利诱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策略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要主攻就是英国人。我们不要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呢，说那个叙利亚人，他们可以非常的不讲规则跟不讲法律，他们可以非常的耍赖，这是他们的文化。但是英国人相对的那个法治观念是比较好的，就假设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照着合约走，成功的几率比较高。阿拉伯人真的是有时候就耍起无赖来，真的就只能够走法律途径，要不然没有办法。所以你还要懂一些文化心理学。对，而且呢，阿拉伯人呢非常的，他们是极度吃软不吃硬的国家。你只要跟他们讲话呢，稍微声音大声一点，他们就会整个反应就很剧烈，就会说我们上法院啊，叫警察啊，谁怕谁？那你怎么回应？都冷处理，你就是 state the fact， 就是事实就是怎么样，要不然就是你要态度放低一点，但是呢，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例如说，我们也曾经有一个
房客他想要租我们的房子，可是他不想要签我们的合约，就是他可能觉得我们合约里面有一些条款是他不想要签的。然后我的团队就跟他来来回回沟通很久，很撸的一个房客。那后来呢，我就跟我团队讲说，没关系，我们真的不需要找一个麻烦的房客为难自己。或者是甚至是为难我们的屋主，我们的屋主他们都是外国人嘛，我们就跟那个房客讲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条件的话，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把那个押金也退给你，你就去租其他人的房子好了，就是去找其他房子。结果这样子一讲，房客就冲到我们公司来，就说我没有要不租，可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要租给我呢？然后我这时候就跟那个房客讲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不想要你作为我们的房客，而是我们不想要给你压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不如我们把押金退还给你。然后你就是跟他们阿拉伯人讲话，就是要柔柔的，不会让他们觉得你看不起他们，也不会让他们觉得不被尊重。后来那个房客他听了就觉得，OK， 他可以接受，他很开心，然后就签约了。这当中有发挥你台湾人文化表达力吗？有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也可能也是台湾人的优势吧。也许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台湾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性格都比较能屈能伸一点。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还是会先跟客人说，真的很抱歉，造成你的困扰。那这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也许我解释上面没有就是充分的解释得很清楚，请容许我再重新说明一下。就是也许这样你就会比较了解我想要表达什么。可是你底下的员工不是亚洲人啊。